好，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我本来只想聊一下 Realme GT2 Pro 的使用心得，但好巧不巧，我刚好也拿到最近新推出的 Realme GT Neo 3，而且我看了网络的评测，发现这款的游戏表现好像甚至比 GT2 Pro 还要好，觉得超扯。那影片的开头，我打算就来先来聊一下 GT2 Pro 和 GT Neo 3这两款的游戏表现到底差异如何。看一下联发科的天玑8100会不会其实游戏表现是赢得过高通的8 Gen 1的。然后接着我会分享一下我使用这款 Realme GT2 Pro 的使用心得，还有这两款的购买建议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开始吧。那 Realme GT2 Pro 是一款搭载了8 Gen 1的手机，它具备了两个十分有趣的特色。首先是这款手机的售价竟然只要2万出头。8 Gen 1的旗舰手机竟然只要2万元，更厉害的是中国的评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说它的调教非常的好，最高画质的原神可以跑好跑满，让我真的是非常想要亲自来测试看看，毕竟它才卖2万出头，如果它真的可以压住8 Gen 1的话，哇，这真的是一款超级划算的安卓游戏手机。那再来第二个有趣的点就是，这款手机的材料使用的是与纸张同源的可再生生物基材料，是一种比较环保的材质，而且它还刻意做出了与纸一样的质感。那于是第一个问题来了，纸包得住火吗？这款手机真的可以靠这种纸质材质，还有2万元的售价压住几乎所有人都压不住火烫烫的8 Gen 1吗？那直接热血开跑我们最爱的评测软体原神。那我使用的是极高画质，除了关掉会让我头晕的动态模糊以外，其他设定都拉到最高。那 FPS 的部分设在60，那手机的部分采用的是 2K 显示，然后启用 GT 模式。在这个 GT 模式之下，手机会比较不在意功耗，尽量以最好的效能为主。不过游玩10分钟后，平均的 FPS 是着落在40 FPS 左右，并没有达到我想要看到中国评测上说的60 FPS， 就蛮可惜的。那不确定是中国的原神有特别的优化，还是中国的 Realme UI 跟台湾用的不一样。不过整体来讲，游戏的体验是还算 OK 的。游戏的体验几乎跟售价4万元的 S22 Ultra 差不多。那温度控制也算蛮不错的，最高温着落在42到43度左右。那主要发热区域会是在镜头旁边的区域，是可以感受得到温度的，也稍微有一点点的烫手。那接着为了比较基准公平一点，也为了保守起见，因为 GT Neo 3的萤幕只有 1080p 而已，所以我就把 GT2 Pro 的解析度也强制调整为了 Full HD， 又再重新测试一次10分钟极高画质的原神。那这次跑出来的成绩为 40.2 FPS 就差不多。然后就接着来到下一位选手 Realme GT Neo 3，那搭载是联发科的天玑8100，那这是一款采用了台积电5奈米制成的晶片。那我们一样直接热血开跑，跟之前采用一样原神极高画质，然后手机选择 GT 模式。那没想到10分钟的平均 FPS 竟然高达了 50.1， 而且前5分钟的平均 FPS 非常的稳定，几乎是拉成了一条直线，让我真的是泪流满面。安卓很久没有测到这种数据了。那手机直到5分钟后才打到温度墙 ，FPS 才下降到40左右。那不过好玩的是，没多久它又回升到60了，害我一度以为它撑了下来。但可惜的是，没多久它又下去了。那不过整体的表现几乎已经超乎我的预期了。那真的是必须给联发科和台积电拍手，表现也真的非常的好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这一阵子使用 Realme GT2 Pro 的一个使用心得吧。那首先，这款手机的续航力的部分表现真的蛮好的。重度使用之下的萤幕使用时间大概坐落是在4到4个半小时左右，但大多数的情况，我的萤幕时间都会有4个半小时到5个小时的使用时间，是一个可以很安心撑完一整天的电量。那我觉得除了要归功于它的5000毫安时大电池，还有 LTPO 2.0 的萤幕以外，最大的功臣就是它的智慧切换解析度的这个功能，它会自己决定当下应该用哪一个解析度，那来达到省电的部分。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的不错。那即使续航力已经很棒，它的充电速度更是非常的惊人啊！65瓦的充电10分钟就可以来到 35%， 那30分钟就可以充到 95%， 那总共花36分钟可以充满 100%， 真的是非常的快速。那萤幕的部分采取的是 6.7 寸的平面 2K 120Hz 的萤幕，
那具备了 LTPO 2.0 的技术。那念了一大堆规格数字，但是我其实最想强调的是平面这2个字，因为蛮多款旗舰手机现在都还是使用曲面的。那对于喜欢平面手机的人来讲，这就是会是一个少数而且不错的选择。那再来它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手机背盖的纸质材质，纸质的手感真的是非常的有趣，摸起来的感觉真的超像纸的，但是它却不是纸。而且背面它有经过特殊的压纹处理，压出纸质，这一点真的是蛮新奇的。那这个背面的材料除了兼顾了好玩质感以外，它同时也让重量的表现非常的好，189克的重量，握持的感觉是真的非常的不错。那在进入相机环节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感谢今天的赞助商，国际知名时尚配件品牌 Casetify。Casetify 的手机壳通常具备了时尚、防摔和展现自我的特点，许多名人都是他们的手机壳爱用者。Casetify 更致力往零浪费的永续环保理念前进，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在 Casetify 的计划之中，他们会收集旧的手机壳，使用65% 可回收物料及植物性物料制作出新的手机壳，将旧的手机壳赋予新的第二生命。在包装上也采用100% 的可回收包装，并简化了手机壳的制造过程，进而达到减少20% 的碳排放量。那这次要来介绍的4款手机壳都是具备一定百分比的回收物料所制成的。首先，第一款强悍防摔再造手机壳和第二款强悍防摔手机壳，两款都是采取了65% 的回收物料制成。其中强悍防摔再造手机壳更部分使用了前面提及的 Recasetify 回收计划中的旧手机壳制成，更可以从手机壳的边框看出回收手机中的塑胶原料，也为每个手机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环保花色。在环保的同时，也没有牺牲保护性。两款皆采用了升级版的 Qtech 2.0 专利防震物料，都有通过200公分的防摔测试。第三款是由 90% 回收物料所制成的皮革手机壳，具备柔软的纤维绒面内衬和可生物分解的顶级环保皮革。除了提供顶级的皮革质感以外，它们也有强化耐磨防刮的部分，让你的手机壳寿命更长久。那最后一款是由 50% 回收物料制成的镜面手机壳，镜面采用电镀涂层聚碳酸酯所制成，能达到与镜子相同的照映效果，并支援无线充电。Casetify 的手机壳更是具备了客制化选项，从款式到排版、字型、字数、颜色选择，都可以针对自己的风格客制化出独一无二的手机壳。若是对客制化比较没有想法，也可以直接选择它的印花款式，提供了多元化的印花款式可以挑选。那此外 Casetify 也没有忘记我们的频道粉丝大多是以安卓粉丝为主，那 Casetify 提供了多款 Android 的手机壳，甚至连三星的折叠机 Z Fold 和 Z Flip 都有。更棒的是 Casetify 有提供我们85折的优惠连结，只要点选连结即可享85折优惠。那我会把连结放在底下资讯栏，记得要用连结去购买。那接着就来到我们的相机表现了。那开启了 AI 场景辨识和10亿色影像，我觉得一般日常的使用之下表现都蛮好的。那走的是浓郁色彩的那一种类别，我觉得重口味的程度比三星再稍微重一点。那再来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它的过曝会稍微失控一点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过曝，不过这个频率也不高就是。那除此之外，有点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它这一次配置的是没有长焦镜头的，不过2倍左右的长焦，透过演算法的调教，我自己觉得用起来也蛮好的。那5倍的距离算是堪用，但是到10倍、20倍这种更长的距离的话就不太行了。不过虽然说它没有具备长焦，但是有一点很值得嘉许的是，它剩下的2颗镜头都很好玩，不会是那种完全没有用的战术镜头。首先150度的超广角镜头真的超级广，第一次体验到这么广的超广角，而且他们还推出了鱼眼模式，我觉得给拍照时带来很多乐趣。而他们的另一颗镜头，他们选择的是可以做到20倍率和40倍率的微距镜头，他们甚至直接在相机模式内就叫它显微镜模式，我觉得这模式真的超好玩。放大倍率是我目前体验到最大的，你甚至可以拿来拍摄手机萤幕的像素排列，算是真正的达到微观看世界的这个角度。对了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，就是他们在自拍的时候也跟三星一样支援手势，就是你比一个5，它就会开始倒数自拍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的不错。好，那最后来聊一下这个2万左右的价位带，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好，和为了价格牺牲的地方有哪一些？那首先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好的是，他们一出厂就贴好了保护贴，而
而且盒子内还附赠了快充头和充电线。那手机的部分也有支援双卡双待，那使用的是光学指纹解锁，解锁速度也蛮快的，这几点都非常的不错。那再来牺牲的部分是它并没有无线充电，没有防水防尘，没有 LED 显示，也没有支援记忆卡和 3.5mm 耳机孔，这几点就真的稍微比较可惜一点。那最后我也快速讲一下片头有出现的 Realme GT Neo 3和这一台 GT2 Pro 的差异，让你大概有个底，看你要怎么样做选择比较好。那首先是两款手机的价差就差了6000元左右。Realme GT Neo 3的售价为14990元，而 Realme GT2 Pro 的售价为20990元。我觉得 GT Neo 3 15000左右的价格，以它游戏表现来看是真的蛮不错的，这个价格蛮甜。那再来就是 GT Neo 3具备了 6.7 寸 120Hz 的萤幕，那也有80瓦的超级闪充和3镜头的配置。那其实这两只手机的配置蛮多，都蛮相似的。那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差异的部分是在于说 GT Neo 3的萤幕没有 2K， 那记忆体给到的是 8GB， 那超广角和微距镜头感觉是不同颗的。然后再来最重要就是它们的处理器的差异。那其他部分真的都蛮像的，这两款手机我觉得都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那你比较适合哪一款手机这件事情，就可能要看说你是比较在意哪一个方面的表现。好啦，那就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最后再次感谢今天的赞助商 Casetify。那如果有需要手机保护壳的，也记得去他们的官网逛逛。那我会把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，记得使用我的85折优惠码。那如果喜欢今天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如果想要小额赞助我的频道的话，也可以成为频道会员，或者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